家好，我小军。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测评一下汽车啊，我自己开了1年多的一个特斯拉 Model 3。首先声明呢，这期绝对不是加特啊，我有去年买车的视频。那我呢是去年2月份买的，当时呢是24.9万，好像是。那半年后呢，据说呢降价了1万多块钱。那特斯拉呢在中国真的是太火了，100多万人都买了特斯拉，营业额呢达到了3400多亿，净利润呢都有348亿。那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们国内的龙头老大比亚迪，他们去年呢卖了60万辆，哎，看起来挺多的，对吧？但是净利润呢只有30亿而已。据说呢，特斯拉一辆车啊，就差不多可以有7万块钱的利润。都说了，咱们国产车呢喜欢抄袭，比如说我们火遍大江南北的保时泰，让保时捷老板呢都是叹为观止。但其实特斯拉外观呢也是抄袭的，抄的是路特斯的。不过他抄袭呢，据说是买了授权，这个就不一样了，对吧？那我这辆车呢，从买到现在啊，就是伤痕累累。这一块呢是之前我喜欢的一个女生，她的闺蜜到处造坏。这算是一个最大的伤口，这里面直接就瘪了，然后气也掉，一直到贯穿到这里。这也蹭了，这个皮都掉了。来，我们来看看内饰，特斯拉哪有内饰？这对比尊贵的奔驰车主来讲的话，这简直就是毛坯房，好吗？其实我之前呢差点就买奔驰 C 级了啊，但是呢因为加不起油。为了省成本呢，特斯拉把这个仪表盘呢都取消了，说呢那玩意没必要了，这可比就是苹果手机取消了充电器更可恨，好吗？总之呢，这个内饰呢就像链家中介给你介绍房子一样啊，简洁大方、都市现代，很符合年轻人。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做工啊，都毛坯房了，还追究啥做工？跟做出来就不错。到处都是线头啊，对不起，串台了。它这个做工呢，尤其这个隔音啊，隔音非常差，估计是它按照50宏光这个标准来做的。反正呢，就是家人们千万不要在车里面和你对象那啥，好吗？希望有一天我的腹肌也可以像这个座椅一样硬。他们说啊，这是运动型轿跑的定位，这是故意搞的帮你。咱也没坐过跑车，是这样的吗，家人们？谁有跑车带我装个逼呗。他们还说啊，这就是运动型轿跑的设计，所以呢，它的悬架呢就是梆硬，过个减速带呢就跟骑自行车似的，痔疮都给你颠出血。但他们非说啊，这个并不是车不好，这就是运动型轿跑的设计。早知道我加点钱买劳斯莱斯了。对得起我们吗？你退钱。如果你非常追求呢车的空间大小呢，那你就别买特斯拉了。Model 3呢就没多大啊，很多国产车呢都比它空间大。比如我呢是1.7米的身高，哎，我们这位帅逼的服装设计师1.9米，大家看我这个头顶呢还有两圈啊，差不多，他已经快到头了。哎，帅逼，说一下你对这个车的感受。特斯拉确实不值得买，大家可以去线头区买我们的衣服。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客观。那电动车呢，最重要的就是续航，哎，只有跟你找男朋友要看体力。那我选的是550公里的续航，但实际上能跑个400公里算是不错了啊。整个车呢1年呢差不多开了有16000多公里，有一半呢是我的一个好兄弟开的。那我想说啊，家人们啊，千万不要用电车来跑长途。天哪，我从北京开到杭州来差不多1300多公里，中间充了5次电，一次30到40分钟，真受不了啊。然后争取明天早上到杭州，走了400多公里，充了2回电了。特斯拉一次电只能充到400，然后还不一定能跑400。电车嘛，它的科技感就很强啊，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这个平板电脑里面操作，我还觉得很帅。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不买劳斯莱斯的原因。然后网上呢，很多人说特斯拉这个显示器啊能够看到鬼魂，当然是假的啦，封建迷信好吗？因为它的电车呢都有很多传感器、摄像头，会不小心呢识别出成一些人。当然了，这个几率很小啊，那除非呢是遇到了真的鬼魂。官方呢还会定期呢给这些平板电脑里面的软件呐，这里面的功能做些升级。比如今年呢升级了一个你转向的时候会打开两边的摄像头，这个呢我觉得对于这种新手的司机来说就非常有用，泪目了家人们。然后据说呢今年呢还会升级呢一个就是在手机上远程可以打开车里面的监控摄像头，哇，这个真的很好用，但是据说国产车早就有了，泪干了。对得起我们吗？你退钱。关于自动驾驶呢，我觉得它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有用，所以这也是啊我不买劳斯莱斯的原因啊，因为我非常讨厌开车，所以呢我一般上高速呢会开自动驾驶，就它可以识别路上的这个限速啊，包括周围的车呀、距离啊，非常好用啊，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双手和一双眼睛在帮你开着车。开车啊大家都喜欢听歌，所以呢车的音响呢也非常重要。
来，我们弹幕互动一下，你喜欢什么样音质的男生？那咱呢也没坐过豪车，所以呢也不知道这车的音质怎么样啊。平常呢我又喜欢听一些黑怕啊，所以这个你们来感受一下。心的人，偷心的人，太太和我造一座爱情的城，偷心的人。然后特斯拉他们呢，很臭不要脸，就是他们的 QQ 啊、网易音乐啊，包括 B 站呢，都需要花钱。我就不花，就不让你赚钱，奸商。那就是备受争议的单踏板模式啊，这个算是呢特斯拉开创性的一个创新。比如说呢，你踩油门它就走啊，松油门它就停，刹车呢你就可以很少用了啊，除非你紧急刹车才会用到。那这个模式呢，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新手啊，或者是我们女孩子就比较好，因为呢你不累脚，不像油车一样一直要踩着刹车。但是呢老司机呢很讨厌，觉得这个不安全觉得不安全的扣个1好吗？当然了，它的功能呢并不只是为了让你脚舒服啊，更多的是为了省电，也就是所谓的能量回收模式。关于故障问题啊，这一年反正也没少出啊，比如说雨刷器经常出问题，然后窗呢也有关不上的，包括呢屏幕呢也有黑屏的，包括行车记录仪的 U 盘呢也有松动的。但是呢好在售后服务呢还行，基本上你问它有微信都给你回了，所以呢处理起来比较简单。我必须要吐槽一下特斯拉的内置导航，简直就跟屎一样，连他们4S 店的人他都不用。这么好的一块屏，然后整天这边闲置着，然后我要用手机架一个手机支架，又丑，然后又浪费电，又很麻烦，太生气了，真的生气了。整天说用户体验，这就是用户体验。关于为什么我会买特斯拉呢？可能大家开始骂了，你一个拍中国制造业的 UP 主，竟然买了外国车，不爱国。我想想怎么狡辩。其实全中国呢有100多万人买特斯拉，你不能说大家不爱国，对不对？那我当时买车呢有2个选择，一个是比亚迪的汉，但是因为太商务了啊，就实在是感觉像爸爸们他们开的还有就是小鹏，我很喜欢。但是对比小鹏跟特斯拉，又觉得小鹏缺少那点酷，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中国品牌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太多的企业文化、品牌文化。但是你看特斯拉的马斯克是吧，又整火箭又卫星上天，哇，又电动车又轨道，哇，就觉得现在有 AI 人工智能，我觉得特别帅，特别酷。就我们做创业的人，大家就很欣赏这种，你就觉得是你的偶像，创业偶像，大家追星一样，就是偶像代言的东西都想买。但最近呢，我发现呢，马斯克呢因为性骚扰空姐，所以塌房了，老铁们，塌房了啊！不过呢，这2年呢，国产的电动汽车呢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最近呢，比亚迪出了海豚也很好，包括还有蔚来汽车，它的轿车也做得非常帅。所以未来几年呢，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呢一定会超越国外的，这是一个几乎不用质疑的。我相信呢，可能再过几年呢，我们这100万买特斯拉的人呢，一定会换成国产车反正我肯定会换了。好，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期呢对特斯拉 Model 3的一个车主的一个体验感受毕竟咱也不是车评人，所以说的也不专业但是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你好，请问你会买特斯拉吗？不会特斯拉，我觉得做人要积极，有正能量。从小我妈就教育我要做个正直的人。特斯拉这名字太拉了，我接受不了。你觉得特斯拉20多万的价格值吗？太黑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不就是一个充电宝、几把椅子吗？手工梗都能做。这种黑心企业，我们要永久抵制，永久封杀。谁买谁不是中国人？你买车是买特斯拉呢，还是买国产车？你是什么？我问你，你是中国人吗？